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清朝光绪年间，山西运城县有个人，姓英名赤口，年龄30了，还孑然一身，平常无所事事，到处招摇撞骗，再就是喜欢看美艳的妇人。这人生平就全靠一张嘴，好说大话，时常挑起别人很多事端，因此常与人口绝生事。一日到街上闲逛，看见一个讲书的妇女，有许多人围看听讲，英赤口也挤进去，仔细看她，其有姿色，又说得一口好京话。赤口着实看了一会，走了开去，暗忖道：好个佳人，可惜我没带银子，若带的几分，好和他说会话。正在路上自言自语，忽后面有人叫道：英大哥，看饱了吗？赤口回头看时，却是隔壁邻居邹光。邹光道：这样妇人，虽然长得还不错，终究是抛头露面，也不值钱。我见过为绝色的女子，你可看不？英赤口道：在哪里？带我去看看。邹光道：你看见，包你魂散魄消。赤口便重嫌道：快带我去看看。二人说说笑笑，走到一个新开的巷里来。邹光道：在这里了，前面一间必去门的就是了，你过去偷偷看看。英赤口走去向门里一瞧，瞧见屏风后，果然有个妇人，体态媚娜，眼如秋水成波，眉若春风拂柳，缓步金莲，袖带绣飘杨柳。英赤口看了几眼，果然标致非常，连忙走回来，对邹光道：我眼里见过千千万万的女子，从没这样一见销魂的。邹光道：如此美人，看她一眼，只怕从此后夜里睡不着了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。英赤口道：这有何难？只要想个办法进去，便包得停当。邹光道：你说的容易，看你有什么入门办法。你若进去讨杯茶吃，我便请你吃顿饭。英赤口道：要到手也是容易的事，只吃他杯茶，有何难哉？讲定了，吃茶出来，你要做东道主。邹光应允，这英赤口便一本正经，慢慢地踱进门去，叫一声道：大哥在家吗？那小娘子全没些小家子气，不慌不忙，略略地闪在屏风背后，应道：早间出去，还没有回来，官人有什么话可以直说。赤口假意道：那怎么好，一件紧要的事，要当面商量，我特地从大老远走来，又见不着。那娘子道：既有要紧要的话，请里面坐，等我换件衣裳出来。赤口暗想道：我只是想讨杯茶吃了就走，若她丈夫回来，看破机关，像什么模样？于是道：我还有别事要紧，没工夫在此久等，有茶起借杯吃了，等我忙完再来相见。那娘子便走进去，叫下人端一杯茶出来。英赤口接过来吃了，便起身出门，两个便去吃一顿。自不必说，且说这娘子的丈夫叫做林松，这娘子姓韩，原先开大杂货铺，因林松亏了本，所以改了行，出去贩卖药材，十数日前方才回来，新搬在此巷中居住，身边的朋友都还不知道。是有凑巧，这邹光有个哥哥名邹福，平日与林松最好，因林松去看他，邹福摆酒席与他接风，刚好邹光同英赤口过来撞到，邹福便留住做陪客。酒过数巡，邹福便问林松道：外面也有美貌女子吗？林松道：也有，但到底还是比不得我们这里的妙。邹福道：老哥是好风月的，只怕长久在外，未免也要活动得了。林松道：如今生意淡薄，哪有闲钱去玩？但我一向在外，也不知我们这里也有去处吗？邹福道：我不听说有。英赤口便道：老尊台，你也好这口吗？这里有个绝妙的，几时同去看看？邹光道：你说的是哪里？
鹰赤口道：你怎么忘记了？就是前日去讨茶吃的那个。邹光道：不要胡说，那是梁家怎么去的？鹰赤口迈嘴道：不敢欺瞒，在下前日已经得手了。林松道：兄长的香蕉，我们怎么好去打扰？邹福道：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何分彼此？明日大家去看看。林松道：请问这家住在哪里？鹰赤口道：就在新开巷里。林松疑问道：这家门径是怎样的？鹰赤口道：进巷3、4家，低低2扇新壁去门的就是。林松听得乐声猜疑，又问道：那妇人年纪多少？鹰赤口道：有23、4岁了，一副瓜子脸，嘴角有颗小黑痣。这几句说得林松目瞪口呆，怒火中烧，暗道：我才搬到此处，没到半月，便做出事来，则以前我出门后，不知做了多少，今后还有什么脸见人？便作辞起身。那邹福又道：我们总吃到晚，一起人送老哥到那家去歇，怎么样？林松道：我明日去邀请，只怕此兄长不在府上，没有个相熟的名字，不好进去。鹰赤口随口道：就说是我鹰赤口推荐去的便好。林松记了他名字，就走了。却说林松听了鹰赤口那通话，连忙赶回去，把韩氏百般凌逼，要他招出与鹰赤口通奸的事来。那韩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又不曾认得鹰赤口，突然被丈夫问这事，竟不知怎么解释，任他狠打，无所承认，真是有冤难诉，想要自尽，又恐死了自己含冤莫白，哭了又哭，想了又想。这林松到第2日，又把韩氏狠狠打一顿，务必要让他说出实情。韩氏心灰意冷之下，等到夜深，瞒了丈夫，竟一溜烟走了。林松次日起来，不见韩氏，左右邻家遍寻，都说没有看到。林松只以为是鹰赤口做了手脚把他拐去，连忙去寻邹氏兄弟，告诉这段情由。邹福、邹光方才晓得林松心搬，赤口所说的妇人是他的妻子，当日不该留他作陪，后悔不已。那邹光心里很清楚事情起因，只是不好说出和赤口打赌去看的事，只得道：兄长冤枉尊夫人了。那人平日口嘴不好，捕风捉影的话不知说过多少，怎么认真起来？如今尊夫人不见了，也不可能是他拐逃的，他一无是处，怎么可能跟他走？但他张口就诬陷人，就让他寻找将功补罪也好。那林松便向县衙告官，作证即是邹福兄弟。那知县立刻差人把鹰赤口捉到堂前审问，确实赤口不知情。此时赤口亦自懊悔不迭，知县见他不肯招，韩氏又还在逃，只能先押入监牢，一面出张通缉令，差人探寻，整整缉了半年，却还是毫无踪迹。一天，邹福兄弟来见林松，道：尊夫人实不是鹰赤口拐去，他受苦也够了，我们想要去官府保他出来，慢慢把他去寻出尊夫人来，还给兄长罢了。林松道：我现在也晓得那事是全假的了，只可恨他当日说的早早可据，以假作真，毫无顾忌致我割破恩爱，妻子逃亡也罢。如今看兄份上，凭二兄去保他。邹福兄弟欣然别了回去。第2天早上，邹光出名，当堂把鹰赤口保了出来，嘱他留心查询邻家娘子。不想鹰赤口被他保出，知道那么多人都找不回来，靠他自己也是难了，又怕再被抓去，于是不出3日，便一溜风，也不知哪里去了。林松听说鹰赤口逃了，心下便疑他们是做一路，特地放鹰赤口走的，又到县里递呈，把这事都卸在邹光身上。知县大怒，忙差人把邹光抓来，打了20板，收监再审，要等鹰赤口出现了才放他。这也是邹光品行不端，途间还是引起鹰赤口做这场祸祟，所以也受些风流罪过，可谓是报应。
那邹光又做了1年，还是鹰翅口俱无踪迹。邹府每天都去求林松，看在2人往日的情分上，林松答应了。不想那县官一定要2个人，其中1人在牢里。且说鹰翅口也快大难临头了，在外面游荡了3个年头。一日想起这个事经过3年，料定风声也过去了，且回到邹家探个消息看看，遂收拾起身回家。这一天走到慈定安门外，由于连日赶路，不觉2脚疼痛起来，心下想到白天进城应该有不少人识得，现在脚疼，不如在这边歇息，等到晚上好走。于是走进庵内，只见佛堂上站着个后生尼姑，在那里烧香。仔细看去，生的甚是标致，不自觉地犯了老毛病。注目凝神观看，只见佛堂后走出一个老尼来，见了赤口，似惊慌样，忙叫道：“应官人，一向不见，哪里去来？”原来这些光棍常在安州边闲逛，故这边尼姑都认得他。赤口含糊答应，犹在眼看着那后生尼姑不理，那老尼忽然笑容可掬，忙叫尼姑道：“拿茶来给应官人吃。”时天色已晚，老尼道：“应官人就在小安吃些夜饭进城罢。”鹰翅口欢喜道：“只是打搅不便。”心下暗喜道：“若得那小尼姑陪饮，死也甘心。”那老尼同小尼姑进去片刻，便多出素果酒菜来，请鹰官人坐下。他俩师徒左右奉陪，那鹰翅口开心的魂飞天外，快乐不过，不觉吃得沉醉。老尼2个便道：“应官人，我扶你去睡吧。”便叫3、4个尼姑拿绳索捆了他手脚，拖到后面菜园树下，用水浇醒他。那鹰翅口渐渐醒来，叫道：“为什么捆着我？快给我解开，不然等我挣脱了，要你们看好。”只见那俏尼姑走上前来，劈头就是1巴掌，道：“你原来就是鹰翅口，我不是别人，就是林松的妻子韩氏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在我丈夫面前胡言乱语，捏造我与你有奸情，害我只能在这里。我只恨今生找不到你，哪知冤家路窄，送上门来。”又趴下去，将鹰翅口肩头上肉咬了1块下来。那鹰翅口也惊个半死，不断在挣扎，哀告道：“我的娘，原来是你！我也在监牢关了半年，还饶不过我吗？”那韩氏将鞋对他嘴上没命的打，鹰翅口便大喊：“救命！救命啊！”老尼恐怕是漏，反受其害，忙拿不过去堵他嘴。哪料鹰翅口摇头晃脑躲避时，被老尼用力一推，后脑刚好撞到墙角，一命呜呼了。鹰翅口被老尼杀死了。这韩氏唬得抖作一团，道：“如何处置？”老尼便吩咐埋在园角里，不得走漏风声。原来韩氏只因那年林松逼得紧，逃在慈定安出家，早晚烧香，唯愿造谣者鹰翅口得到报应。3年来日日如此。这一日鹰翅口回来，被老尼看见，定计报仇。原本是要送入官府的。且说邹光在监中足足坐了3年，因鹰翅口完全不着踪迹，知县便把他顶罪，发去嵩山驿服役。邹光和押送的差爷商量道：“此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可否休息1晚，等我去哥哥家讨些银子做盘缠。”差爷晓得邹福是他哥哥，料想他走不得的，便放他去，约在邹福家里会合一起动身。邹光应声便走，心下想到，虽然相交几个兄弟，不过是酒肉往来的，哪个肯来资助？便去告求，也是枉然，不如去偷盗些钱财，不然走不到服役就死在半路。于是走到城外慈定安来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只见安内点起了灯，便暗想到，一向听得慈定安尼姑身边有银两，不如去捞上一笔。等到2更时分，便爬上墙，偷偷溜进去，远远望见老尼还在佛堂打坐，便向旁边房间走去，轻轻打开了窗户，不想这房间就是韩氏的。
那韩氏自从看见杀鹰赤口之后，心惊胆战，唯恐有鬼。此时正朦胧睡着，听得有声响，便叫道：“鹰赤口，我与你原是没仇，只因你平白无口，害我名节，逃此出家。鬼使你前日自来送死，我杀你报仇，还不服罪吗？好好退去，他日我做些功课超度你罢了。”那邹光听得明白，吓出一身冷汗，赶紧从墙上爬了出来，又爬城而入，走到家敲门。邹福听知声音，开门放入，惊讶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邹光便把发去驿站，寻取盘缠，在慈定安知道韩氏鹰赤口踪迹，一一说明。邹福欢喜道：“如此也脱了你的身了。待天亮叫林松来同去。”兄弟睡了一觉，天色微明，邹福兄弟便去邀林松，说明前事。三人一径走到然慈定安来。林松见妻子倚在殿上做早功课，而韩氏抬起头见丈夫走到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我已出家了，你又来此为何？”林松故意说道：“特来为鹰赤口讨食。”韩氏面如土色，不敢作声。林松道：“你且说来事情经过。”韩氏只得把前日鹰赤口到此，老尼认得，杀他报仇，现埋在后园，一一说明。林松听得哭道：“我的妻，你受了3年冤枉，今日我接你回来了。”韩氏见丈夫回心了，遂大哭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只见差爷找到这边，邹福说明情由，一同走到县前，正值坐堂。差爷带了邹光过去禀道：昨日邹光起身路过慈定安，已得了鹰赤口、韩氏2人消息。知县道：既2个在一处，就该拿来见我。差爷道：韩氏做了尼姑，鹰赤口10日前傍晚走到慈定安内歇脚，老尼认得，说与韩氏，师徒将他杀了。知县惊道：这等说来，他2个奸情定没有的了。那吃酒时说话，因何而起？邹光才把那年讨茶赌饭的话禀明。知县道：原来为此，便差人到慈定安，把韩氏、老尼唤到。韩氏将3年前劈空冤枉的事哭诉，又把前日鹰赤口进安、老尼失手杀死禀过一遍。知县听了甚是怜他，对老尼道：鹰赤口造语陷入，罪不至死，你既是焚修，当方便为门，只该扭来见我，如何便杀了他？这须偿命的。老尼道：自从韩氏到安3年，每日悲痛，冤枉无身。老尼听了，恨不得一招撞见，食其肉，寝其皮，彼时他来。韩氏不识，老尼说之，本想打一顿送来官府，没想到失手将他弄死，甘心偿命的。韩氏忙道：老尼虽然下手，原是为着妇人，自然是小妇人偿命，望老爷释放老尼。老尼又道：这个使不得，既不是你下令，也不是你下手，沉冤使白，又求欲抵命，这是我害你了，青天老爷，还是老尼抵罪为是。韩氏又哭禀道：说哪里话来，我连夜逃到他安，原图报仇，蒙他收留，供养至今，仇恨已报，无能报恩也罢了，哪有累他抵命之理？自然是小妇抵死。知县道：你2个不必争，听我公断。鹰赤口呜呜良妇，致韩氏几乎丧命，罪无可赦。老尼虽杀他，也是一时失手，判处终身不出寺庙，每日为鹰赤口念经超度。韩氏清洁无瑕，由林松领回。邹光引导赤口，都是因为看妇人引发此案，本应严惩，但先前已受杖监已久，释放回家。当下立了案卷，众人叩谢出门。韩氏仍愿归安，林松百般谢罪，老尼着实劝回。自此夫妻更加恩爱，后来侍奉老尼，胜似父母。及老尼死了，犹为之戴孝，终身不忘，以报其德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
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